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17分钟收视破2%，30分钟突破2.5%。谭松韵用《我的山与海》撕掉甜妹标签，以素颜暴瘦诠释底层女性30年逆袭，成就央视8套年度收视神话。这场从玉县公主到商界女强的毁容式突破，不仅创下峰值纪录，更用无声哭戏和温柔中的力量征服了质疑，证明真实演技永远胜过 AI 算法。2026年3月，央视8套黄金档突然炸出了一匹黑马，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，甚至海报都没来得及挂满，一部叫《我的山与海》的年代励志剧，开播当天就在导播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17分钟内，收视率从 1.1% 直线攀升至 2.0%， 第二集播到一半，实时数据直接冲破 2.74%， 创下了这一年央8的开播纪录。30分钟内突破 2.5%， 最终收官那天，第29集直播度达到了惊人的。更令人啧舌的是，这部剧不仅拿到了8个全部频道剧集日冠 ，CVB 及均收视更是高达 2.226%， 稳坐央视直播收视率第一的宝座，成为2026年央8首部 CVB 破2的剧集。在同期热播剧的激烈厮杀中，《我的山与海》以断层领先的姿态杀出重围。一个长着娃娃脸，总被贴上甜妹标签的女演员，如何能扛起这样一部厚重年代剧的大旗？谭松韵，这个从青春校园剧走出的演员，正在用她的收视神话和毁容式突破，回答着内娱关于演员转型与爆款体制的终极追问。数据解码断层领先的收视神话，《我的山与海》的收视表现，用王炸来形容毫不为过。开播当天，17分钟破 2%。30分钟内突破 2.5%， 第二集峰值达到，这组数字不仅创下了央8 2026年的开播纪录，更让后台团队在监控数据时没人敢大声说话，直到数字稳定在 3% 上方，才有人小声说了句破了。从多维数据看，这部剧的统治力堪称恐怖。CVB 平均收视率 2.226%，酷云平均收视率峰值突破，它不仅是2026年央8首部 CVB 破2的剧集，更一举将频道收视拉升了 16.5%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收视稳定性，开播15天内连续酷云收视破2，7天破 2.5，7天13集峰值破3，13天 CVB 破2，这种连续突破的态势，在如今这个观众口味多变、注意力分散的时代，显得格外珍贵。横向对比同期剧集，《我的山与海》展现出了碾压式优势。无论是都市情感还是古装题材，鲜少有剧集能与之抗衡。它像一匹孤狼，在2026年春季档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全网讨论度同样惊人。社交媒体上，谭松韵《我的山与海》话题持续刷屏，无数观众为剧中方婉之的命运揪心，为三姐妹的深厚情谊感动落泪。这种破圈效应，让一部看似传统的年代励志剧，成为了全民讨论的焦点。转型深探谭松韵的毁容式突破。如果说数据只是表面风光，那么谭松韵在《我的山与海》中的表演，才是真正触动观众内心的核心力量。这一次，他彻底撕掉了甜妹的标签，完成了演艺生涯中最具颠覆性的一次转型。方婉之，一个从云端跌落谷底的女性角色，需要演员用30年时光去诠释。从被捧在手心的玉县公主，一夜沦为身世坎坷的山区弃婴，再到背井离乡闯深圳的底层打工妹，最后逆袭成独当一面的商界女强人，这种破碎后重建的角色，容错率极低。谭松韵的突破，首先体现在形象的彻底颠覆。
为了贴合山区弃婴和深圳打工妹的身份，她素颜出镜，刻意晒黑皮肤，甚至暴瘦至82斤。她摒弃了所有精致的妆容，以质朴的黑发、粗布衣衫和佝偻体态，精准复刻了90年代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。但这仅仅是外在，真正让观众震撼的是她对角色内心的精准把控。身世揭晓那场戏，被无数观众奉为演技名场面。面对杨母刚病逝，发现遗书，得知自己是弃婴，初恋当众羞辱，生父上门勒索，养父决裂，4重打击叠加，谭松韵没有选择撕心裂肺的哭喊，而是用无声哭戏完成了从不可置信到心如死灰再到倔强撑住的3层递进。我的命很好，不需要靠你来改。人有3命，天命已成过往，无力改变。我要用实命和自修命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这2句台词成为全剧的高光时刻。谭松韵用哽咽袒露到铿锵有力的情绪递进，成就了温柔中最有力量的经典场面。导演柏山在采访中坦言，谭松韵是他接这部戏的重要原因，而谭松韵也确实不负众望，以50%的角色平均贡献度，拿下了德塔文年代剧市场1周最佳表现角色榜单 TOP1， 成为剧集热度发酵的核心驱动力。不过，转型之路并非一片赞扬，观众评价出现了明显的2极分化。支持方认为这是谭松韵撕掉甜妹标签的勇气之作，她在演技层次感上实现了质的飞跃。有观众评价她以前被吐槽小孩偷穿大衣，撑不起厚重的年代剧角色，但这次她用实力狠狠打脸所有质疑，把方婉之这个角色演得入木3分，骨子里都透着戏。双引号。争议方则对形象颠覆的适应性表示质疑，部分观众难以接受从耿耿、李尖尖那样清纯可爱的形象转变为如今这个沧桑坚韧的方婉之。剧集开播初期，甚至有观众直呼无法接受，认为女主人设太让人不舒服。但正是这种争议，恰恰证明了谭松韵转型的成功，她不再是那个安全区里的国民甜妹，而是敢于挑战复杂角色，直面观众审判的成熟演员。市场启示爆款体制背后的行业反思。我的山与海的爆火，在更深层次上折射出当下内娱生态的诸多问题与转机。2026年的影视市场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期，一面是 AI 技术驱动的爱漫剧实现工业化量产，作为高度同质化短剧内容中的创新形态，在春节期间迅速俘获大批用户。另一面，传统长剧市场却面临着爆款缺位、口碑疲软的双重困境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年上线 AI 漫剧约6万部，至2026年2月，在播 AI 剧漫剧总量已攀升至12.78万部，短短1年几近翻倍。然而，内容供给增长的同时，爆款占比却不升反降，流量与收益进一步向头部集中，行业马太效应愈发明显。与此同时，长剧编剧们也在经历着 AI 带来的焦虑。爱提示词还没删干净，太离谱了。有网友爆料，在某新剧剧本截图中疑似出现了 AI 提示词，最后一句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一集的后续情节也按同样风格该写出来，更是在业内引发热议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我的山与海的成功显得尤为珍贵。它像一个信号，告诉行业，优质内容依然有市场，真实情感永远无法被算法替代。谭松韵的口碑定律在这场变革中显得格外耀眼。梳理他近年作品，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，从最好的我们到以家人之名，从锦衣之下到请叫我总监，再到如今的我的山与海，他的每一次突破都建立在扎实的剧本和精准的表演之上。EN 数据显示，谭松韵的剧集观众里30%以上是30岁以上人群。
这哪里是简单的甜妹标签，分明是通吃3代的收视保障。某卫视购片主任曾在采访中透露，有谭松韵的剧，就算剧本差点意思，收视率也能保底1.5%。双引号，但资本最怕什么？怕演员被定型成流水线产品。尤其谭松韵这张娃娃脸，演少女占便宜，演别的角色观众容易出戏。如今她用《我的山与海》给出了答案，演员的价值不在于标签，而在于不断突破边界的勇气和能力。转型之路，山海可平。从青春无敌的耿耿，到倔强坚韧的飞行员程潇，再到如今这个在大山里挣扎，在深圳奋斗的方婉之，谭松韵用一部部作品描绘了一个演员成长的完整路径。我的山与海的成功，绝不仅仅是收视数据的胜利，它更像是一份宣言，告诉所有人，在 AI 冲击、流量泡沫、题材同质化的行业寒冬中，依然有人坚持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创作，那就是把角色演进观众心里，让故事真正触动人心。谭松韵的转型之路，也映照着整个行业的转型之路。当观众开始厌倦千篇一律的爽剧套路，厌倦 AI 生成的冰冷台词，那些能带来真实情感共鸣的作品，反而能脱颖而出。或许《我的山与海》最大的价值，不是它拿到了多少收视冠军，而是它证明了，真正的爆款，永远源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，对时代的真诚记录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谭松韵和她饰演的方婉之，都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天改命。转型之路，山海可平。当行业迷雾重重，当变革浪潮汹涌，总有人选择沉下心来，用最朴素的努力，开凿出一条通往观众内心的路。这或许才是我的山与海最珍贵的启示。你看好谭松韵在年代剧领域的未来发展吗？